朋友们，大家好。我记得某人说过，这个世界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事，那就是特朗普的不确定性。昨晚，中国宣布将美国进口商品关税提高至84%，特朗普愤怒了。眼看着美国那边还有欧洲那边当然一样了啊，股市喋喋不休，他呢肯定心烦意乱。也许为了安抚美国选民的心，也许他想操纵股市，于是他于中国时间昨晚午夜的时候突然宣布，美国将对中国的关税提高至125%，而且立即生效。另外，因为有超过75个国家跪下了，未对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，基于此，特朗普授权了一项为期90天的关税暂缓措施，只维持最低利率10%，而且也是立即生效。因中国是唯一敢对美国进行报复的国家，也就是敢叫板美国的国家，于是才有了特朗普恼羞成怒下再次把对中国的关税提高到125%的疯子行为。现在对中国来说，关税你提高到多少都无所谓了，因为已经没有任何经济意义，只有数字游戏而已。那中国接下来怎么办呢？还能怎么办？大概率中国也会跟进吧。特朗普的政策呢，就像幼儿园的孩子过家家一样，所以中国说了，已经没有谈判基础了，等你美国想好了，有谈判诚意再说。数十年前，伟人就看清了，可能呢，也正是目前中国采取的战术吧。他们要打多久就打多久，一直打到全军胜利。加拿大和墨西哥好像也没有屈服，但他们增加关税的幅度相对来说较小，只有25%。另外，昨晚欧盟也通过了对美国25%的对等关税措施，不知道会不会实行。美洲市场获得特朗普消息后股市立即反转，全线暴涨，一些科技股甚至涨幅高达14%。特朗普通过自家社交媒体真理社交发文如下，我们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鉴于中国对全球市场缺乏应有的尊重，我特此宣布，即刻起，美国对中国征收的关税将提高至125%。希望在不久的将来，中国能认识到剥削美国及其他国家的日子已经无法持续，也不被再接受。另一方面，基于超过75个国家已经联系了美国的代表，包括商务部、财政部与美国贸易代表署，以协商关于贸易壁垒、关税、货币操纵与非货币性关税等议题的解决方案，并且这些国家在我的强烈建议下，未对美国进行任何形式的报复。基于此，我已授权一项为期90天的暂停措施，并在此期间大幅降低互惠关税至10%，且立即生效。感谢您对此事的关注。特朗普突然暂缓执行关税，是因为股市跌得不休，民怨沸腾。如果再不给自己台阶下，那真有可能在美国发生暴动呢。因为很多美国人他们的养老金也是与股市息息相关的，所以不能再拖了。于是拿什么70多个国家投降，主动要求与美国进行关税谈判，所以暂缓执行关税政策，给特朗普自己找台阶下。我们回忆一下，昨天美国时间早上刚起床的时候，特朗普呢在自家社交媒体，也就是这个真理社交上发文，号召大家赶紧买股票。过了2个多小时，又发文宣称关税暂停90天，于是美国的股市立马暴涨。我们联系到前几日股市暴跌，现在的暴涨，那么谁知道内幕呢？还不是他的家人、他的亲戚、他的朋友，还有他身边一些官员。那么是否存在着内幕交易操纵股市？大家可以看到，一个人如果他手里的权力过多、太大的话，有多可怕？我认为他比美国宣称的一些独裁者其实更可怕。从目前世界的情况来看，其实美国总统不管是什么拜登还是特朗普还是之前的那些奥巴马、小布什、克林顿等等，他们可以说是翻手为云，覆手为雨。其实呢，就是这个地球的独裁者的角色，你们说对不对？比某一个国家的所谓独裁者，我认为这个美国这种角色更坏，就是世界独裁者的角色，或者地球独裁者的角色，他们更坏。
因为他们不单给一个国家，而是给全世界带来灾难。像这样权力无边的人，谁可以制衡呢？目前看来，只有4年1次的大选，没有其他的办法。所有的三权分立，你们看到在美国现在已经几乎不存在了，对不对？但像特朗普这样不按常理出牌的人，其实呢是在折腾，是在消耗美国的国家信誉。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，当你失信于人，当你信用破产的时候，你离自己的破产也就不远了。话说回来，有了这次经验教训，今后全世界的人可能呢都会格外关注特朗普发的推文，关注他的讲话，从中诱出股市的味道，是涨是跌，就看以后他怎么说话了。那么朋友们，接下来事态如何发展呢？等下呢我就讲讲我个人的观点，大家不要当真啊，纯属我个人的观点。第一，当然是中方会做出如何反应。中方说了啊，对话总比对抗好，而且中方时刻准备着对话，但是你对方必须有对话诚意啊，而且中国不怕打，也会据理力争。这次中方表现出来的坚决态度，完全出乎美国，也就是说出乎特朗普的意料。现在特朗普不但抬高关税，除了他那个可怜的面子，已经没有太多实际的意义了。经济上已经没有任何意义，刚才前面说了，只剩下数字游戏。表面上特朗普非常强硬，但特朗普呢也不断暗示希望与中国谈，而且会达成协议。就等中方你主动给我特朗普打电话了，估计特朗普啊这会儿可能专门就守在电话机旁，焦急的等待中国人的电话怎么还没来。但是呀，你特朗普啊总是虚张声势的威胁，根本没有诚意，跟你谈个鬼呀！所以啊，咱们估计呢，中方可能也会对美国的关税再加一码。那么第二点，特朗普在给自己找台阶下，同时还不忘割全世界韭菜，就像对待 TikTok 一样，暂缓70多天，还不是想把 TikTok 收入美国囊中？同样的，保留着所谓的90天暂缓期以及10%的基础关税，没有取消它。这意味着90天内，你们各自跪下去的国家，好好给我美国进贡。如果进贡不够，我美国不满，那还是会征收更高的关税。这其实是变相欺压这些国家，让全世界给他进贡，维系美国全球的霸权。因为美国有35万亿美元的国家债务呀，没有他国的进贡，债务这个窟窿是无法补上的，总有一天会崩盘。目前美国就像个垂死的人，他只不过插着氧气管而已。还有第三个可以预见的是，美国在离间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。由于中国不屈服，这次美国专门对中国下毒手，关税前面提到加到125%，然后呢，对那些跪舔的国家暂时网开一面，只是暂时啊。这给了美国挑拨离间其他国家的机会，妄图疏远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。而且之前特朗普政府还明说过，不是他就是他的官员，美国加关税就是为了对付中国。美国政府某些人还公开威胁其他国家，称他们与中国走得太近了，将遭到美国的报复。他们是这样说的：你们会割自己喉咙的。你看这是什么话？这种威胁与挑拨，接下来肯定不会少。第四点可以预见的是啊，关税战肯定会继续。如果你以为现在特朗普啊给了其他国家90天的暂缓期，危机就结束了，那么就大错特错了啊！特朗普这种人说话就像什么？就像放屁，没个准。今后还会不断的变，世界呢肯定还会持续动荡。至少与中国的关税战目前一点都看不到缓和的迹象。美国与欧盟、与加拿大还有与墨西哥的关税战还没有开始或正在进行中，这些都是美国的主要贸易伙伴。具体到中方，中方已经说了啊，我们已经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，但也表示从未关上谈判的大门，就看特朗普什么时候能够冷静下来了，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话的诚意，那么中方随时可以奉陪。第五点可以预测的就是，全世界的经济肯定会低迷。由于特朗普的政策可以说是一日三变，就像小孩的脸，而且完全违背了经济原理。这关税不断飞到天上，美国的产能就能回流了吗？
美国去工业化已经好几十年了，大多数产能以及产业链都不在美国，加上美国人力资源那么贵，人工智能呢也被中国打下来了，所以不仅产能不能回流，而且全世界都因为特朗普关税而深受其害，破产的企业越来越多，美国的、欧洲的这些国家的企业破产真的很多很多，而且这些国家他们的通胀也会越来越高，因为很多东西需要进口啊，原材料、产品等等等等。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的几率非常的大，比如德国本来预测今年2025年会有小幅的经济正成长，现在经济学家又修正了这个预期，今年还是负成长。美国经济衰退的可能性现在会达到45%。那么第6点可预测的是，美国国家信誉正在崩溃。从拜登到特朗普，这些年极大的消耗了美国的国家信誉。拜登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看到军事上美国无法提供给盟友任何安全。当年从阿富汗突然撤军，一片混乱，甚至撤军前连美国的盟友都不吱一声，就偷偷的跑了，连夜跑了啊，搞得当年德国的军队特别的被动。德国人感觉自己被耍了一次，可狼狈了。接下来大家看到的是乌克兰被卖了，对不对？他的总统还当着全世界媒体的面羞辱乌克兰的总统泽连斯基呢。昨天德国媒体报道说，特朗普炫耀那些国家纷纷打电话舔我的屁股，他真的说了舔我的屁股这个词 ，kiss my ass。他得意洋洋地说这些国家急着与美国与我达成关税协议，说求求您了，先生，别加我们的关税，你让我做什么都行，做什么都行，阿 Sir。你没有看错，没有听错，他确实说了这句话，亲我的屁股。还有他的副总理万斯，前几天他甚至称中国人是什么？是中国乡巴佬。所有这些都显示美国人上到国家总统，下到普通屁民，都是一群没有文化底蕴的野蛮人。不过另一方面中国人也应当庆幸是这样一群人在治理他们的国家。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看，不是很好的事情吗？中国有5000年文化底蕴和智慧，与一群没有文化的蛮族相比，你们说最后到底谁会赢得这场比赛呢？我想大家都知道答案了吧？好的，朋友们，今天节目就到这里。那让我们拭目以待，到底与中国的关税战怎么打下去？到底谁会赢得这场比赛？我们拭目以待。